逢中必反嘛，见不得中国好嘛。可是问题是他完全忘的一件事，就是说，因为我们是中华民族同样的文化。三立新闻台曾经还去访问那个齐天大圣庙啊，然后还说许孝顺也来参访。你看台湾是有人在拜齐天大圣的嘛？台湾以前游戏业希望说仿效日本的，然后想要拔进国外市场。可是事实证明，就是说你没有自己的文化特色的话，那你完全就是东施效颦。整个游戏业的硬体是掌握在欧美还有日本人的手里，所以他已经陷入到一个资本的游戏，真的是玩不起。文化发展来讲，文化输出很重要。我们一直被欧美的电影啊等等的影响。那台湾为什么做不出来？并不是我们没有人才，也不是没有东西，而是我们文化部只补助300万，300万到底可以干嘛？Nice.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其实我是觉得，就大家习惯就好，因为反正有些人就逢中必反嘛，见不得中国好嘛。可是问题是他完全忘的一件事，就是说，因为我们是中华民族同样的文化跟什么东西，所以你看第一章，三立新闻台曾经还去访问那个齐天大圣庙啊，然后还说许孝顺也来参访啊。在新竹北埔五指山这间供奉孙悟空的庙宇，原本只有简单一张桌子，随着信徒越来越多，整理成庙。这间庙不止灵验，也专门替孤魂野鬼安身。你看台湾是有人在拜齐天大圣的嘛？然后你再看第二章嘛，那个还是一个道教的他的一个脸书嘛。去年那个齐天大圣佛诞啊。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怎么讲，就台湾其实在台中那边，它还有一个是齐天大圣庙嘛，教育盛世嘛。所以我是觉得，其实我觉得这是台湾现在有一些人就是逢中必反那种，已经开始有点错乱的情况了。然后我觉得，甚至大陆只要有游戏还是影音产品一好的地方，就会把台湾曾经的丰功伟业拉出来，所以轩辕剑那个大雨就出来了。生墨就是一群假货，唯有师兄才是真正的墨者。对啊，可是也没想到一点是在台湾这边游戏的最兴盛来讲的话，其实甚至打到，因为我以前有待过，跟朋友有想办法要进入游戏产业，后来失败。还有大宇资讯，因为轩辕剑啊，然后甚至还有后面有些公司叫什么侠客英雄传那个部分，都是因为有中华文化的底蕴。因为台湾以前游戏业其实分成2个部分，一个就是希望说仿效日本的，因为我们毕竟是受到日本影响比较大，所以就是仿这个仿那个，然后希望用它的界面和什么东西。对，包含你看那个金庸群侠传，他可能就是去借用 Final Fantasy， 就是最终幻想的那个战斗方式，然后想要拔进国外市场。可是事实证明，就是说你没有自己的文化特色的话，那你完全就是东施效颦。可是反而是轩辕剑甚至仙剑奇侠传是真的有卖到国外游乐器过。那只是比较可惜一点是说，因为一方面那时候整个游戏业的硬体是掌握在欧美还有日本人的手里，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其实这个东西是它已经陷入到一个资本的游戏，真的是玩不起。因为包含像我本身以前玩很多欧美的游戏，一些好的欧美公司后来都是败在资本的手里。它一旦引进大财团资本以后来讲的话，到后来全部都没了。黑悟空的神话只是证明说，中国人的技术基本上来讲的话，就算没办法超英赶美，甚至超越日本，可是至少我们还是努力的在往后再往前推进就对了。对，可实际上它本身就已经陷入到一个就是很耗钱的行业了。我当然是希望说，身为中国人，然后看到以前台湾这边很多用中华文化也做了很多不错的单机游戏那个部分起来的话，也希望我们能往更上一层楼。不过因为大家也要有一个平心静气，不管是影视产业、漫画产业还是动画产业，它本身就是一个资本烧钱的那个东西。如果说没办法超英赶美，或者是比美国人还强，我就也不用太妄自菲薄。因为你大家想想看嘛，中东人很有钱，对不对？犹太人很有钱，对不对？对，可能你有看过犹太人有，因为他们没做出游戏公司，还是没做出动画电影，然后觉得我们犹太人很烂嘛。对啊，我们中国人只是因为希望说怎么样，受到近代的那个西方的那个霸权关系，一直希望说能表现说我们不会，我们跟这些白种人还是外国人比较起来，我们其实没比你们差到哪边去。他是需要一种民族的自信感。可是问题是你如果
果说因为游戏要卖得多好还是什么东西来讲的话，其实我是觉得有时候也不要太妄自菲薄啊。你看以航天来讲的话，我们的航天那么强，大陆航天那么强，中国人就很强，对不对？动漫、卡通什么东西不强的话，我觉得没关系，因为毕竟它其实是一个很耗资本，而且就算你今天卖的很有名的游戏，像之前我刚才讲的小岛秀夫，他曾经有卖过5、6款很卖座的作品，可是他也赔了很多款，也卖的不是很好。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比较平心静气去看待这个事，还希望我们游戏界能有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投入啊。大家以上补充一下。我现在简单讲一下，其实这个应该原本在新闻上其实都有在报，有些人都在报。其实最主要的东西，文化发展来讲，文化输出很重要，尤其是在国外来说，我们一直被欧美的电影啊等等的影响，包含游戏。其实事实上来说，做出一个华人的3A 大作，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那台湾为什么做不出来，并不是我们没有人才，也不是没有东西，而是我们就像刚刚他讲的，最主要的东西是第一，国家我们不补助。在日本来讲，他的国民来讲的话，他会挺游戏，可是我们台湾会挺我们台湾自己的游戏吗？就讲到还记得我们之前有讲过的，不管是艺人界啦，或是任何东西，我们文化部只补助300万，300万到底可以干嘛？300万可以干嘛？像这一次来说，3A 出来之后呢，黑神话这个时候在娱乐的时候，韩国那边已经准备了1%，它是年总税收的1%要去支持它的文化产业，包含游戏产业1%，我们才300，人家几亿，这怎么玩？我们加趴都加在国军上面了，我们现在投资国防武器，其实也不是国军啊，是美军的供应商。没错，所以你看嘛，我们今天要做文化输出，大家一直在讲说我们没有办法承扬我们台湾文化，除了台积电之外 ，OK， 台积电它能够让国外的人认识我们台湾吗？No， 不会。那要怎么样做出台湾的特色的3A 大作，游戏也好啦，或是一些文化输出也好，一些电影也好。可是重点是我们现在的东西永远我们的速发部上面，你去看速发部那个，我不知道它赞成的10个游戏厂商里面，前面6个全部都是大陆的手游游戏。第五个还是第4个？这个我资料可能你们既然是聚宝盆，博弈游戏不对吧？对，后面才是我们独立游戏。这个其实看下来就是我们台湾所谓的，我们一直很多人有心要去做游戏，但是我们没有钱啊，我们国家不挺，什么都不挺，就跟运动员一样嘛。反正得奖了再来说。好，我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主要的东西还是在一句话啦。我们台湾的一个状况就是永远只是在讲台积电，然后永远在讲说别人文化输出就是统战什么东西的，可是这不就是一个创新的东西？封闭反只会让大家觉得你是井底之蛙啦。这一些青鸟好像一直在酸这个黑悟空这个游戏。台湾有一群人啊，就什么事都喜欢扯到政治。每一次我们的任何政策讨论到最后，就3件套嘛。第一个包含抗中保台，第2个你是中共同路人，第3个叫做拢是阿哥阴谋。